马上要举办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了，那您觉得中欧关系有什么特殊优势，和其他双边关系有什么样的不同呢？确实啊，中欧包括中英关系在中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在和发达国家的关系当中啊，具有明显的特殊优势。我把它概括为5个不一样。第一，中欧关系和中美关系不一样。当然了，中美之间其实也应该是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应该说基本还是伙伴关系了。但是美国现在心里边有块病，这个病就是修昔底德定律，或者叫陷阱。他总觉得中国成长这么快，从来就没有一个大国综合实力和美国这么越来越近，美国感到了明显的压力。他觉得中国好像是在跟他争霸，而美国呢，正好最近实力又有所下降。这就凸显出美国的焦虑，而欧洲和中国之间呢，基本上没有这个障碍。第二，中欧关系呢和中日关系也不一样，尽管中日关系也是互补的，也是伙伴为主，也没有像中美那种修昔底德陷阱的干扰，但是呢，中日关系比较复杂的有2战的历史认识问题，这一点呢，中欧关系没有这么复杂，相对比较单纯。第三，中欧关系与中俄关系也不一样，中俄关系有非常友好、深入交流合作的一面，中欧关系可能没有中俄关系那么近、那么成熟，但是呢，中欧关系也没有中俄之间过去的那些包袱。第四呢，就是中欧关系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也不一样。东盟和欧盟呢是中国的前2大贸易伙伴，而且都是多边合作体。可是中国与东盟呢是周边关系，而且东盟呢是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体，欧洲是最大的一个发达国家联合体，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代表，所以中欧呢就具有一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合作的性质，具有更特殊的价值和更强的互补性。最后呢，就是中欧关系还具有一种特殊性，就是它与中美关系的特殊互动效应。欧洲和美国关系的特殊性，他们与生俱来的那种相亲相近、相互合作及相互影响，而且欧洲和美国是相对平等的，不同于日美关系等等。中欧关系如果发展得好，就可以更加有利于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构建。中欧关系这5个不一样，就是中欧关系的特殊优势。这次中欧领导人会晤，那您认为将聚焦什么样的新主题呢？这次中欧领导人会议恰好和前不久举办的中美元首会和后续也将要在年底或年初举办的中日韩首脑会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新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要正确定位双边关系的基本性质，也就是说呢，到底我们是合作的伙伴呢，还是对抗的对手呢？我们到底是以合作作为唯一正确选择呢，还是要掉入对抗的泥坑呢？这次峰会前呢，中国政府明确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加剧动荡，世界经济动能不足，全球挑战层出不穷，中欧关系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但中欧关系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这就是峰会的主题。这不仅为中欧关系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战略引领，符合中欧双方的共同和长远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可见最近中国政府在处理大国关系问题上，无论是中美还是中欧或中日韩，都是以确认正确定位，坚持做伙伴、做朋友，坚持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以此作为主题，来稳定大国关系，发展大国关系。这是一个纲举才能木章，中欧关系当然也不例外。这表明了中国外交，特别是大国外交政策的政治方向，表明了中国大国外交的定力、自信、成熟和智慧。而且更重要的是，这表明中国政府已经坚定地抛弃、拒绝新冷战等各种奇谈怪论，也有足够的主导性、主动性和塑造性，对应挑起新冷战的各类企图等等，使整个大国关系和时代发展
继续沿着和平发展合作的方向前进，而不被少数人的负面言行所左右。7号，第24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将在北京举行。会晤正逢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中欧领导人会晤机制建立25周年的重要节点。时隔4年多，中欧领导人会晤回归线下，重点谈什么？如何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来看报道。第24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将于12月7号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同米歇尔和冯德莱恩共同主持会晤。今年恰好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中欧领导人会晤机制建立25周年，也是这一高层对话机制继2020年和2022年2次以视频形式举行后重新回归线下。时隔4年半再聚首，中欧领导人可能聚焦哪些议题，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回溯过去，历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所涉及的议题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达成了许多重要共识。彭博社引述欧盟驻华代表团的话称，此次会晤将重点聚焦中欧关系和国际事务，双方领导人将探讨如何实现更平衡互惠的双边贸易关系，以及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全球卫生和流行病预防等共同关心的话题。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向深圳卫视分析，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此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讨论的议题与4年前相比会有较大的不同。双边层面，双方将围绕经贸、战略和安全等领域进行探讨；地区和全球层面，中欧在全球治理、气候变化、世界经济绿色转型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可以进一步扩大利益汇合点，还将就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崔洪建认为，作为目前双方最高层级的定期交流机制，中欧领导人会晤的议题将更为全面。此前进行的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更多针对具体领域所产生的成果和反映出的问题，将在本次领导人会晤的场合加以回应或解决。中欧呢都经历了新冠疫情的考验，同时呢，现在也在不同程度的承受一些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各种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这4年以来，我们看到无论是中美关系、中俄关系、欧美关系、欧俄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在这样一个各种复杂因素同时出现的情况下，中欧之间的对话交流它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就是一方面呢，双方要进一步明确双边关系的一些基本的指导原则，同时呢，还要在稳定和巩固的基础上继续去推进合作。再一个呢，就是在地区和全球层面我想中欧是有必要发出更多的共同的声音。外界注意到，对于这次会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华前进行了展望，表示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欧洲必须正确看待中国。不过，随后他话锋一转，老调重弹称，必须认识到欧中关系中存在明显的竞争因素，欧盟不会接受对华贸易长期不平衡。冯德莱恩还声称，欧盟拥有保护其市场的工具，但更愿意通过谈判找到解决方案。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相反，中国通过积极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汪文斌表示，中欧贸易现状是宏观经济环境、国际贸易条件和双方产业结构共同影响的结果，贸易数据也不能反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融合下中欧贸易的利益分配格局。在华欧企超过1/3的出口量返销欧洲，表面上看，中国拥有顺差，但实际上，相当一部分的利润是由欧方享有的。买卖是双方的事情，如果欧方一方面在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方面施加严苛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希望大幅增加对华的出口，这恐怕不太合常理。我们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为中欧领导人会晤成功举行营造良好氛围。
为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共同努力。实际上，欧盟从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获益匪浅，中国市场对欧洲疫后复苏具有重要意义。中欧互为第2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创历史新高。去年，中国与欧盟贸易额达8473亿美元，同比增长2.4%，意味着中欧平均每分钟贸易往来超160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本月1号，中方宣布对德国、法国等欧洲5国单方面试行免签1年政策。对此，欧洲舆论普遍认为，这将带动旅游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并促成欧中之间更多的经济合作。Foreign companies have been feeling that they're not perhaps quite as welcome today as they were before. So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the government go out and signal that, we're open for business, we want to work with you. This brings of hope for many foreign entrepreneurs. China will be more open to foreign companies, that China will facilitate business for foreign entrepreneurs. 尽管欧洲企业对于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感到欣喜，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中欧关系压舱石的经贸领域，近来频频遭到欧方部分政客的破坏。9月，冯德莱恩领衔的欧委会宣布将启动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1个月后，欧洲方面称，经过抽样方式确定选择比亚迪、上汽集团和吉利汽车3家中国车企进行反补贴调查。相关做法完全无视中欧汽车产业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损害的是双方的利益。观察指出，对于欧盟来说，中欧关系存在一定的复杂性。一方面，中国市场庞大而利益巨大，欧洲做不到与之脱钩；但另一方面，欧洲一些人片面强调中欧之间的对手面，刻意忽视伙伴面，鼓吹对华去风险、降依赖，损害双方合作与互信。而这背后的原因与欧洲目前所处的内忧外患境遇也不无关系。美国政治新闻网就披露，米歇尔将缩短他的北京之行，因为欧盟内部无法就乌克兰入盟事宜达成一致。欧盟峰会将于下周召开，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强烈要求将乌克兰的入盟谈判从议程中删除。米歇尔将紧急与欧尔班见面协商此事。欧洲也经历了无论是它内部的更多的矛盾和分歧，还是它现在周边面临2场重大的地缘政治冲突等等。现在对欧洲来说呢，面临着比较大的要实现经济复苏、要抑制通货膨胀等等这样一些经济任务。看到欧方呢越来越强调所谓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甚至在这基础上呢还提出了一个所谓去风险的对华政策的指导原则。这些变化其实很大程度上和中欧现有的相互需求和中欧此前的合作的这个经验呢都不相符合。我觉得现在到了一个重新去调整结构，然后重新去寻找更适合双方共同发展的模式等等这样一些必要条件的关键的时刻。有分析认为，美国也是中欧关系日渐复杂的一个关键因素。在刚刚结束的2023从都国际论坛上，与会欧洲多国前政要呼吁，欧洲必须保持战略自主，欧中关系与美中关系是2个不同的故事。 If they want to kind of cut the world on blocks, we Europeans and China shouldn't buy that. It's not a world of divisions and of blocks, but it's a world of cooperation. And that is why the European Union, even being today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has to resist that pressure and has to continue building up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in any possible way.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中欧领导人会晤前夕，欧洲大国英国的外交大臣卡梅伦在其即将开启访美行程之前，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了通话。深圳卫视注意到，中方发布的通稿中，王毅是应约与卡梅伦通话。王毅在通话中提到，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维护国际和平稳定都负有重要职责。中英互为发展机遇，希望英方树立正确对华认知，把握好中英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卡梅伦则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他和王毅已经谈到了建设性英中关系的目标，并称双方对巴以冲突、乌克兰危机等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英国独立报指出，卡梅伦曾作为英国首相开辟了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与这个亚洲超级大国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
尽管现任首相苏纳克坚称黄金时代难以回归，但卡梅伦此次与中国重新接触，对于英中关系来说是一个罕见的积极信号。无论是时机还是通话的内容都非常值得玩味。卡梅伦在通话中还是表达了对中英关系的期待，而且我们尤其看到这个王毅外长的表态，实际上仍然中方对中英关系的积极发展呢是有着很大的期待。现在随着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稳定，也随着中欧关系的进一步回升，那我想对英国来说其实他感受到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在这个背景下，我想特意选在他出访美国之前和中方通电话，我觉得这也体现出英国接下来可能希望更多的在中美以及其他大国之间呢，去发挥它的一种所谓平衡的作用。路透社的报道提及，卡梅伦向中国外长拨去电话，寻求与中国对话合作，与英国目前身处的困境也有一定关系。当前，英国经济增长陷入停滞、高通胀、高负债、高利率的三重压力之下，越来越多地方政府财政难以为继，破产危机已经横亘在眼前。上周，诺丁汉官宣破产，成为2020年以来第8个宣布破产的英国地方政府。现在对英国来说，在面对脱欧困局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急需不仅是要扩大外部市场，同时它也需要在投资在金融方面呢得到更多的这个支持和协助。外界注意到，就在卡梅伦打来电话的第2天，也就是他访美启程的同日，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在旧金山成功会晤，确定了面向未来的旧金山愿景，具有里程碑意义。当前双方的重要任务就是延续旧金山会晤积极效应，把两国元首的共识落到实处，巩固中美关系企稳势头，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稳定、可持续的方向改善发展。这是中美共同利益所系，也是两个大国责任所在。王毅再次强调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要求美方不得干涉中国内政，不得支持纵容任何台独势力。双方就巴以冲突交换了意见，同意就中东局势保持沟通。王毅表示，当务之急是尽快停火止战。布林肯介绍了近期访问中东的情况和美方对局势发展的看法，赞同应落实两国方案。6号，美军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过航台湾海峡，东部战区组织战机进行跟监警戒。另据日媒报道，美军将从2024年开始在印太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导弹，升高地区军备竞赛及紧张局势。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12月6号，美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机对美机过航行动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值得注意的是，上次美军 P-8A 侦察机过航台海是在约2个月之前的10月12号，而在11月2号，美国和加拿大军舰过航台海。有分析指，美方近年来对华抵近侦察越发频繁，但过航台海的频率则维持基本稳定。这显示一方面，美方依然通过秀肌肉来向其盟友展示美军依然可靠，但在中方多次划红线以及解放军实力增强后，美军也意识到过航台海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作用。但美方近年来在中国周边推进印太战略，重新将所谓第一岛链武装化的趋势值得警惕。据日本经济新闻12月3号报道指，美陆军可能将从2024年开始在关岛基地部署陆基中程导弹，声称要打造便于反击且不易被攻击的移动发射装置，来增加对中国的威慑能力。该报指出，这将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首次在西太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导弹。美苏1987年签署的中导条约限制两国禁止拥有射程在500千米到5500千米的陆基导弹。2019年，美方宣布退出中导条约，并随即启动中程导弹的研发。
第一步很有可能在关岛要部署这种武器装备，但关岛距中国大陆将近4000公里，所以这些导弹如果真的放在关岛，对于关键海域有威慑能力，但是对中国本土的打击能力、覆盖能力严重不足。所以我们判断呢，下一步像标6和陆基战斧导弹组合大概只是第一步。2023财年，美国陆军编列了代号为低风的机动中程导弹项目预算。主要内容就是试验性将陆军的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6导弹的发射装置集成到半挂式卡车上。美国太平洋陆军发言人罗布·菲利普斯透露，将于2024年起落实低风计划，这也将是中导条约失效之后的首次部署。据悉，首个陆基中程火力连已经于去年12月服役，包括一个连级操作中心、4辆原型发射车以及改装拖车，每个发射器配备4单元 Mk41垂直发射系统。美国陆军计划组建4个中程火力连，每个连将装备8枚战斧巡航导弹和8枚标准6导弹。战斧导弹是美军的主力导弹，射程超过1500千米，最初为海基版，其陆基版本是美方2019年退出中导条约后第15天就试射的首款导弹，而标准6导弹原本是为美国海军设计的远程防空导弹，射程为240千米至460千米，可用于对付固定翼飞机、反舰导弹及处于飞行末端的弹道导弹，必要情况下还可以充当反舰导弹，攻击敌方水面舰艇。从2020年10月开始，美国陆军开始将标准6导弹用于对地攻击，旨在打击对手的陆基远程导弹和地面目标。某种程度上讲，也是美国陆军的无奈，因为目前来说呢，美国陆军自己搞的2款导弹还没有完全服役，他们就先借美国海军的导弹。你像这个战斧，就是美国海军发展的，到现在呢，发展了30多年了啊，比较成熟。那么它之前在舰上使用，那么把它简单的改装一下，拿到陆地上发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标准6啊，是一种舰对空的导弹，但是借用它的这个弹体呢，给它稍微改一改，让它打击地面目标或者海上目标是没有问题的。除了低风系统，美国陆军还编列了射程更远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和远程精确打击导弹的预算。去年3月，美国陆军第1军第17野战炮兵旅第3野炮兵团接收了第1批暗鹰导弹的训练用硬件，但武器本体研发进度落后。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可通过发射车进行陆基机动发射，射程超过2700千米。据美军方官员介绍，该导弹最大速度可达17马赫，主要用于对高价值目标进行精确打击。不过，该型武器的研发似乎遇到不少问题，原定今年3月、9月和10月的3次试验性发射都被取消，这意味着今年内实现首批交付的计划铁定泡汤。但分析指出，虽然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研发不顺，但很可能将是美军接收的首款高超音速导弹，因为其他型号面临的麻烦更多。我想呢，这体现出呢，美国3军在研制高超声速导弹方面呢，它有些仓促上马，有很多的这个隐患。而且呢，你像美国空军的 AGM-183，包括美国陆军的暗鹰，都是鹰钩里帆船。你像 AGM-183多次试射失败啊，有的是没有从这个载机上弹射下去啊，有的是把它弹射下去之后呢，没有点火。都是可以说是鹰钩帆船，包括这次美国陆军暗鹰之所以推迟试验，也是因为发射装置的问题，这个弹呢和发射装置之间的匹配有些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美军中导系统首先可能部署的地点关岛，这也是美军所谓第2岛链的核心战略支点，最重要的前哨基地和重要后勤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除了中程导弹设施，美军近期还将在关岛新建20处防空导弹阵地和雷达设施，意在加大对关岛战略资产的保护。据悉，美方制定了10年内投资110亿美元的计划，全面提升关岛的指挥、保障和防御能力，为2战结束以来的最大规模投资，意图将关岛打造成不沉的航空母舰以及印太战略的前沿基地。
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雅各布·斯托克斯认为，美国在中程导弹的部署初期还将采取机动部署的策略，即通过联合演习实现小规模短期部署。这意味着美军也将向盟友推销中程导弹。例如，今年11月，美国国务院批准日本自卫队购买400枚战斧导弹，以作为支援日本实现导弹战略3步走计划的第一步。根据美国著名智库机构兰德公司2022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实际上，中国的邻国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均反对在本国境内部署美军的中程导弹，因而美军将逐步改为出售战斧等中程导弹的方式实现部署。值得警惕的是，美方部署中导还碰瓷台湾问题。上个月，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福林宣称，明年将在亚太地区部署新的陆基中程导弹，以阻止中国大陆打击台湾。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回应说，美国推动在亚太地区部署中导是一个危险的动向，将严重威胁地区国家安全，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坚决反对，并将予以坚决反制。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时，中方要求美方应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体现在具体行动上，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中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冰。陈先生您好。东部战区就美国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称之为故意公开炒作。解放军进行了全程跟监，那您怎么看美国的行为呢？主持人好，解放军东部战区之所以说美国在公开炒作，大概呢有2方面的原因：一是拜登政府的3大外交重点，2个都显得很无力、很无奈。无论是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还是对巴以冲突的协调能力，拜登政府都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给乌克兰的钱给不了，转嫁战争负担给欧盟、欧洲国家也难承受。因此呢，乌克兰危机在拜登的外交成绩单上是不及格的。而在巴以冲突的协调中，美国偏袒以色列，不仅呢引起了世界的反对，也让美国人不满，抗议活动不断。现在呢，行情稍好的就是所谓印太战略，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都在安全上向美国靠拢，而牵制中国发展呢，又是印太战略的目标。台湾问题呢是引爆点，所以呢，美国对 P-8A 反潜巡逻机穿越台海进行公开炒作，以便掩饰在另外2大外交重点上的无力感和失败感，来凸显拜登的外交呢并不是完全失败，而是用反潜巡逻机过台海来影响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策应听美国话的民进党的选举行情。赖清德、萧美琴以及即将下台的蔡英文都在说呀，这个美国会帮助台湾，中国大陆不会对台进行迫在眉睫的军事行动。美国呢便用巡逻机过台海来证明民进党的话是可信的，让台湾选民不要太在乎安全问题。2024年选举不是战争和和平的选择。中国外交部呢昨天声明，台湾地区选举纯属中国内部事务，台独意味着战争，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花言巧语、变换说辞，都掩盖不了其试图把岛内民众绑上台独战车的用心，都改变不了台独分子注定失败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必然走向统一的大势。这是对谁说呢？就是针对美国，针对美国对台独民进党的支持以及介入台湾选举。美国计划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在潜艇上广泛使用战斧巡航导弹，以加强对华威慑力。这与台湾地区选举也有关系吗？我认为有，既是美国呢介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招数之一，也是显示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有实际进展，有双重含义。你看呢，美国海军计划明年开始在其潜艇中广泛使用战斧巡航导弹。先是说呢，要加强美国对中国军舰的打击能力，与潜射鱼雷形成互补，从而呢对抗中国数量上占优势的舰队。然后呢就会补上一句，说呀，这也是应对台海局势的举措之一。在部署中程导弹时，第一句话呢是要对中国、俄罗斯等国形成威慑；第二句话呢就是应对台湾明年大选后
中国大陆的行动。实际上呢，美国已经出了4招来设法影响台湾地区的选举。一呢是美国贼喊捉贼，宣称外部势力呢不应介入台湾选举，自己呢却在率先介入，否则呢就没必要说这话了。二是通过美国在台协会发声，附和台独民进党对两岸形势的主张，也就是即便民进党当选，中国大陆也不会立即采取军事行动，从而呢麻痹台湾选民的安全警觉，实则呢在为赖萧配助选。三是美国 P-8A 反潜巡逻机过航台湾海峡，以显示美国对台湾安全的关切，有可能协防台湾。今后呢，美国军舰也可能呢还会有闯台海的举动，这呢也是为民进党策应，要台湾选民呢别把明年的选举当成战争与和平的选择。四是通过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中程导弹，或者呢在潜艇装配战斧巡航导弹，摆出一副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呢会进行干预的架势。美国呢在潜在的台海冲突中会做准备。中方呢当然很清楚美国的这种用心。今年是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也是“一带一路”重要先行先试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启动10周年。近日，深圳卫视专访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巴中学生会主席穆沙希德·侯赛因·赛义德。在全球局势大整合、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地缘政治产生巨大影响的当下，对于巴铁友谊的弥足珍贵之处，穆沙希德有独特的看法。In the last 10 years, it is already a success story. It has done a lot. It has achieved success. $26 billion of investment from China, 250,000 people getting jobs, 8,000 megawatts of electricity generated, 800 kilometers of roads and highways and motorways. And it has given new hope and confidence and faith in the future for the people of Pakistan. 穆沙希德对深圳卫视表示，“一带一路”10周年，同时也是中巴经济走廊启动10周年，这绝非巧合，而是中国重视巴铁友谊的一个生动注脚。今年，巴基斯坦在首都伊斯兰堡等地也举行了高规格的庆祝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时也发去了贺信。穆沙希德表示，过去10年，中巴经济走廊的一些早期收获项目开花结果，下一个10年，巴方将投入更广泛资源，并着重吸引中国工业投资。But I feel that the best of CPEC is yet to come in the next 10 years, which is the golden decade, I would say, of BRI and CPEC. And we feel that there are key areas where this can develop. Number one is the building of the railway, upgradation and dualization. It's called Mainline 1, ML1. The second is we are looking at the relocation of Chinese industry,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relocated for manufacturing in Pakistan, for construction in Pakistan, in the part of CPEC,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Agriculture will be modernized through drip irrigation, through different kind of modern seeds, maybe greening of deserts like China has done in Xinjiang. So that will make a difference. Then we are talking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PEC under BRI. And that i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o that will also make a difference. 穆沙希德表示，中巴决定位于喀喇昆仑山脉2国边境的红旗拉甫公路口岸全年开放，是一个重要的决定，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的体现。此外，为了推动2国贸易，10几年前中巴本币互换就已经启动，是这一领域不折不扣的先行者，而且规模逐渐扩大，这都是2国经贸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体现。他强调，本币互换有助确保国际贸易的便利性和安全性。You see, we have see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urrency, the dollar, is an instrument in ensuring or imposing American hegemony economically. And often this hegemony extends to
using the dollar as a weapon in sanctions, in tariff barriers, in higher duties, in promoting protectionism. So US uses the economic tools as a weapon politically to punish those who do not agree with the US policies. So a lot of countries now feel the time has come for de-dollarization. So I think an alternative economic model is emerging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which the key element is de-dollarization and currency swaps in local currencies, which is a good thing. 今年70岁的穆沙希德是一名不折不扣的中国通。在过去的50年中，穆沙希德访问中国超100次。中国式现代化从蓝图变成现实，让他认识到改革开放的强大力量。穆沙希德的身份特殊，既是巴中学会主席，也是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主席。说起中巴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他认为这显示中国人民非常珍视与巴铁的友谊，巴方感谢中方与其合作研发的枭龙战机。The JF-17 Thunder, which is a fighter jet and developed by China and Pakistan together, is a great example of this shining cooperation in security. Unlike India, which tried to develop this local combat aircraft, LCA, local combat aircraft, and it failed. They have been doing it for the last 20-25 years. They could not succeed. Although India is getting the best technology from America,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ut despite that, the failure is there. So it shows a certain degree of skill, scientific innovation, and a level of profess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Pakistan and China that the JF-17 Thunder is a success story. And we are grateful to China for its support. 当前国际局势复杂，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地缘政治格局的深远影响正在显现。穆沙希德对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表示欢迎。他认为，两国在面临诸多的挑战的情况下，仍达成系列共识，引领多国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和区域开发方面加强合作。他认为，美国必须理性看待中国发展。But the problem i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not with China. China has always been willing. And the US, there are some elements who are hawkish, who follow militar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talks of modernization. The US talks of militarization. Quad, AUKUS, Asian, NATO. China talks of building bridges. The US talks of building barriers of trade, sanctions. And China talks of connectivity and cooperation through the BRI. And the US talks of conflict and confrontation. And that's why what China says and what China does is popular in the global south. Out of 193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130 countries have more trade with China than they have with the US. 在谈到巴铁的核心意涵时，穆沙希德表示，这显示了两国之间的高度理解、互信与尊重，以及相互支持。 We are very grateful to China for its resolute support to Pakistan at all times on all issues of core interests of Pakistan. And similarly, Pakistan has given full support to China on its core interests and core issues at all times, on all occasions. So China is the pivotal country. China cannot be ignored. China must be understood. And understanding China means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China, because China is one country which has risen peacefully, without conquest, without colonization, without invasion, without occupation, without aggression.